欢迎来到 Nguyen TV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请不要用粉圈思维和个人想法限制了王一博的格局。如果你思维太狭隘，就会有以下的困惑。你不满于别家艺人的碰瓷，你愤怒于节目组的炒作，你生气于公司的不作为，你不安于他的自身和选择的变动，你疑惑于王一博个人隐私的传言，你困惑在王一博资源变动的造谣中，你疲惫在各种 YXH 的各种手段获取流量，于是你的口头禅变成了听说。你的燃爆点在于黑子说，你用对别人的讨厌来巩固对正主的喜欢，你用你的想法来规划王一博的发展。于是你开始生气别家的死缠烂打，进而迁怒同担不能拼尽全力，进而迁怒公司毫无作为，进而迁怒平台利欲熏心，进而迁怒正主本人。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记得，当说他是胡咖时，他说他想当演员；当说他是流量时，官媒报道他是 Chinese Top Idol；当说他是顶流时，官媒报道他是青年演员王一博；当说他被片方资本放弃不参演某片时，他带来了大咖云集、重点项目的电影《无名长空之王》等作品。当说他的商务到期被放弃时，他的代言评级已达到业内顶尖，香爸爸依旧对他爱得深沉。有没有发现，此时此刻是个很微妙的时间点？他们将王一博路透各种丑化，试图攻击他的颜值；他们制作各种影视演员排名，试图弱化王一博的地位和实力；他们编造各种影视谣言，片场小故事，试图营造一种资源不好的假象。他们真的不知道无名的优秀吗？他们真的不知道长空之王王一博已拍摄完成了吗？他们真的相信自己给王一博做的评定吗？可是，他们仍旧在不遗余力地做，为什么？因为能影响一个是一个，因为在电影官宣上映之后，他们以上的行为就变成了笑话。当然，还会有其他的行为，只要王一博一直处在舆论中心，这些就不会消失。有人会问，那你看到不好的言论不会生气吗？你又不是工作人员，你怎么知道是假的？我当然会生气。我生气于对于颜值的造谣，却也感叹如果实力可黑，他们也不会走这一步。我生气于对于私生活的造谣，却也感叹如果自己有实力，也不会对王一博死缠烂打。我也曾不解王一博一个帅气小伙，干嘛不趁着年轻在影视界里谈恋爱？后来才发现，人家有证据资源冰与火。我也曾不解干嘛要冒着一些人脱粉的风险去增肌减重折磨自己。后来才发现，人家一步踏进电影圈了。当他做的比我想象中的好，比我看得远时，我还生气啥？我还质疑啥？王一博为什么会那么淡定地面对恶意？因为他总能发现美好。天天向上戴5升的头套，第一次戴都会头晕甚至会吐。他说老师给我抹了药让我清凉放松。练舞的苦，他说我觉得没有痛苦的回忆，因为我是最后选择了他。街舞决赛的大起大落，他说开心但也只是瞬间的，过去就会马上停下来。时间少也是我选择了少，所以我接受。练舞学舞是辛苦的事吗？他说是挺开心的事。镜子一哈气什么都看不到了，
喝口水回来练感觉特别好，做喜欢的事就会开心。跳舞是没有头的，他说练习室灯关了就用手机开闪光灯，那些灯就像星星一样。在云南拍戏很辛苦吧？他说其实还好，下雨的时候还挺凉快的。出道前很辛苦，4年全年无休，每天9点练到凌晨4点，没有想过要放弃吗？他说我们2个星期会休息1天。他有自己人生的智慧，在困境里他总能找到光，因为他足够坚定，也足够乐观善良，所以没什么能打败他。他有自己心灵世界的无穷力量。王一博，他好像从未迷路。张爱玲有3恨：1恨海棠无香，2恨10余多次，3恨红楼未完。似乎不完美的事物，未完整的结局成了人生常态。少时审视偶像，总是过于完美；中年审视明星，却又过于冷漠。我常问自己，我是怎样审视王一博的？在我眼中，王一博并不完美，但他好像从没有走错路。1. 他的童年值得家长们思考。1. 他有一个开明的长辈。那个年代的街舞还不像现在被大众熟知接受，姥姥就答应他去学，并说服其父母。也许姥姥并不知道街舞是什么，但她知道孩子感兴趣，就让他去试试。2. 他有一对负责的父母。王一博对父母的描述并不多，妈妈严肃，爸爸严格，说谎会挨打，与其通电话时，爸爸也是在照顾长辈，做到了以身作则，言传身教。3. 他有对爱好坚持不懈的品质。10几岁的孩子喜欢一件事物容易，坚持难。他可以练到身体出问题也不放弃，并在以后的参赛中被公司发掘，与天赋有关，与勤勉更密不可分。当一眼万年深深刻入心底，就变成了信念。2. 他的练习生涯值得每一个奋斗中的你思考。韩流已离开我们好多年，国内也是人才辈出，但不可否认，韩国真正的练习生生涯是严格的、残酷的。我们未参与他的学习生涯，但从在韩国生活的粉丝的语音中，在队友的无意自述中，在王一博早年的个人动态中，似乎能探知一二。李华曾说，练习生和公司间的选择是相互的，公司可以淘汰练习生，练习生支撑不下去也可以自己离开。很难想象他是如何坚持下来的，又很难想象他是怎样在以严格著称的 YG 拿到全 A 的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